大家好，我是懒人又想变美的布布。那么不想错过变美满满干货分享的哦，一定要先订阅、点赞、收藏。夏天防晒有多重要，不要我多说了吧。防晒就是防老，你说重要不重要？那有研究表明，75%以上的皱纹是来自于光老化，听着都好可怕。但是我们还是会听到有人说啊，好麻烦啊，上脸油腻腻的不清爽，出门还要花时间涂抹，中间还要再补涂，而且还要花钱。你看我的表情，所以你不老谁老？那还会有一些姐妹说，我防晒啦，我涂了防晒霜出门的，怎么我还是变黑了？看我表情，你防晒正确了吗？所以你们的问题也是曾经我的问题，但是因为我现在解决，我要把这些满满的干货分享给你们。那夏天到底要怎样防晒才是最好的呢？那当然宅在家里是最好的，但是不可能，我们还要出去上学啊、上班啊，还要去社交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防晒对了，那就事半功倍；防晒对了，那你就可以从夏天白到冬天。防晒对了，你就可以真的是在做抗老这件事情。那接下来这个视频我会以选择题的形式来展开，那大家要自己对照一下，到底自己是 A 选项还是 B 选项，到底自己平时做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示范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那你们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呢？像我以前就是 A， 因为我以前就是感觉上防晒霜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因为肤感很差，很油，然后就每次上防晒霜都是很少，就是一点点涂，所以我在防晒，我根本不在防晒，我就是防晒了一个寂寞。所以说我们量一定要足，就是要选择像 B 的，它的量那么多，像一个硬币的量。如果你真的忍受不了，就是真的要涂那么多上脸的话，其实它这是一个讯号，就是说你要换一个防晒霜了，就是它真的太油到你都不想上了，那请你换一个防晒霜。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款防晒，它有一些质地是比较清爽的，然后上脸不会那么很快吸收的，不黏腻的。那既然我们要用那么多的量上脸，那怎么样上呢？就是分开2次来上，就是不要一次性涂抹在脸上，可能会感觉不太好。那你可以涂2次，就是第一次就薄薄的先上一层，然后再把剩余在手上的那些防晒霜再一次涂到脸上，而且你涂2层，它是相当于是 2.5 better 你一层的效果，所以涂2层是一个加强防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技巧。那这一点还是我从 Michelle 的 channel 里面学到的，他是一个 cosmetic chemist， 然后还有 with PhD in chemistry， 所以他的讲解是比较专业的，成分党就更加科学一点。那么我为了这视频，我把它几乎把所有关于防晒的视频全部都看了。那如果大家想要更详细的看那关于防晒的知识点的话，那你可以去他的 YouTube channel 看哦。防晒霜它一定要是在护肤，你早晨正常护肤以后第一步，妆前第一步隔离啊，什么 primer 啊，就是要上在防晒以后的。因为防晒你要确保你涂抹上脸的时候它是均匀的，它是可以覆盖了你每一寸肌肤的。那当它平均覆盖的时候，它才能够把防晒的效果最大化。那如果你底层叠加了很多其他的产品，那就会影响它的均匀度啊，还有影响它或许有些成分会跟防晒霜打起来，然后导致它的防晒效果失效。那这地方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物理防晒跟化学防晒它的区别在哪里。如果你用的是
物理防晒的防晒霜，那你就可以直接涂完就可以直接出门了。因为物理防晒的原理就是给了你一个皮肤的一个保护层，所以说你不需要等成膜，直接出门就没有问题。因为光照在你的紫外线照在你的皮肤上，它会形成一个反射，把光给反射出去，所以你不需要等它成膜。那如果是用的是化学防晒的防晒霜的话，那因为它的原理是说它吸收了紫外线打在脸上，然后它吸收了紫外线，然后在皮肤里面把它转化成其他的能量释放出去，所以我们需要等待一些时间，等这个防晒霜成膜了，它才能做到这个作用。那如果我们没有等它成膜就上什么 BB 霜啊 primer 或者是粉底液的话，那个成分就会跟那些护肤品成分掺和在一起，那它防晒的效果就会大大的减弱。就等防晒霜成膜以后，我们上后续的化妆品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去这样子拉扯我们的皮肤，因为你不想把防晒霜蹭在你的那个 cushion 上啊，或者是你的美妆蛋上面啊。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护我们已经成膜的防晒霜，就是最好就是以拍打的形式，这样子去拍打我们后续所有的那些化妆品，这样子就会减少我们把防晒霜蹭掉的一些风险。有研究表明，就是防晒喷雾它成膜性不如防晒霜等产品，所以说喷雾它只能算是一种江湖救急，就是实在你没有防晒霜了，那你就用防晒喷雾喷一下。那么就算你身上就只有防晒喷雾，其实最好方法还是说把喷雾喷在手心上，然后用你的粉扑，然后沾一下，然后按压到脸上去，因为这样子才能就最大的保证能够均匀的覆盖你的每一寸肌肤。如果你光是喷在脸上，它其实很难做到这个效果的。那大家防晒上完妆以后出门，是不是那种两袖清风，就觉得既然现在已经防晒好了，我就可以直接出门了？也不要这么的轻松，因为虽然说太阳不是我们的敌人，但也没有那么的友好吧，就对我们皮肤也没有那么的友好。那像我如果自己出门的话，我肯定会戴个这种帽子，戴在头上遮阳的，然后呢还会再穿上这个防晒衣，就一定要照顾到自己的手啊，还有脖子，因为这个防晒衣它可以拉到你脖子上面的，所以脖子也要记得要照顾到，就不要只照顾到脸。如果我是开车的话，我一定会戴上这个防晒口罩，因为那老人家一直在提醒着我呀，所以我不想我的左脸比我的右脸衰老的速度快那么多，这件事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开车一定要去拿这种防晒口罩，然后呢最好也可以去买这种，就是也可以防晒到你的额头的，因为最好开车不要戴帽子，因为还蛮危险的。晒一点点太阳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，就不要完全抵触阳光这件事情，我们偶尔还是需要晒个太阳，但是什么时候晒太阳也很重要啊。接下去我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晒太阳，然后什么时候不要晒太阳。我很好奇你们在这选项选的是哪一个，那你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还蛮想知道的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两个选项其实它都是对的，你要不就乖乖的待在家里，就不要照到阳光，要么乖乖的涂好它，然后带上一些需要的装备出门。那在最后我还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 tip， 就是像我如果平时要出门的话，我都会查一下今天的那个 UV index， 就11点、12点、1点是最晒的时候，我就避免那个时间段出门。如果我没办法选择，就是一定要在大中午出门的话，
我一定会做好防晒的措施，就相当于就是全副武装自己，然后出门。那如果我比如说是3点以后出门，我就可能会穿个短裤啊，穿个小裙子啊，这样腿上涂抹一下防晒霜就好了。那上面我还是会穿那种防晒衣，还是会戴防晒帽，但是我不会说把我的全身都包裹得很紧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时间段其实太阳就没有那么的毒辣了，所以说我就会想着可以给身体吸收一些阳光的滋润，那时候的阳光才叫滋润。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城市，然后看一下自己的 UV index 到底是多少，然后再去判断说最好什么时候可以出门。但如果没有选择的话，大家就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的措施。防晒没有捷径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夏天一直美到冬天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要给我点赞订阅我哦。那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啦。